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的影片主題是安妮亞，讓我們開始吧。先來看看技能展示。那安妮亞的技能組是一輔助加一攻擊，輔助技能有擴大技能範圍、重置我方的技能冷卻跟解除我方的負面狀態。那也是過了這麼久，終於有一隻看起來像 Meta 角色的技能有解除負面，然後技能擴大範圍也高達30%，比狂徒還高。那也是第2隻水屬性的重置角色。攻擊技能有解除敵方的無敵跟誘惑，那效果只有2項，看起來很單調，但要注意到它可以一次誘惑2隻敵人，而且時間有10秒，才能還可以再强化誘惑變成4隻，所以是一個非常有潛力的技能組。先來看到今天的第一場對戰，今天的影片由 BO 提供，那我方是進攻方。先來看一下安妮亞的基礎數据。安妮亞是水屬性智慧型，攻擊 8.7 萬，體力15萬，在數據上的數值還算平庸。不過要注意到它的礦物量只有1180，所以是算蠻低的，很適合平民玩家使用，因為這個裝備門檻就不會太高。尤其它的站位還有440點，所以它的存活率應該就不會到太弱。那能力的部分，除了小隊以外，還有停產，那是時隔1年半才能獲得第一波停產系列角色。9星能力有復活、最後的攻擊跟誘惑抗性。那身為他純控場的話，應該會推薦最後的攻擊。再來看到第2場對戰，那來聊一下安妮亞，我認為他目前可能會影響到環境的一些變化。首先就是工會戰，畢竟誘惑2隻可以想到的角色就是我們去年的聖誕飛翔艾勒。那艾勒他也是誘惑2隻，而且時間也是9秒左右，所以安妮亞是跟他的技能組可以說是有點相似的。那安妮亞有趣的是，他的輔助技能其實本身也不差，而且由於他是陸軍的關係，他是在 PVP 是我目前看起來是有點潛力的。加上他的技能範圍高達600點，而且還是一個打後排的技能。這個技能組的範圍，我覺得可能真的是有點做壞了，根本就是來克制像這種站位超遠的狂徒部長，或者是合同饅頭人可能都會被他克制到。你應該很難想象，你的合同饅頭人如果被他誘惑，他的一發暴擊直接把你後排全部帶走，那個情況會有多麼的慘烈。而且剛剛也有提到，才能解放之後可以變成誘惑4隻。以往誘惑在 PVP 不強勢的原因，就是因為它只能一次誘惑1隻。但現在如果變成4隻，或許對於 PVP 來說就是一個很大的改變了。那再來看到第3場對戰，那安妮亞除了有誘惑的技能之外，她的輔助技能其實也是蠻強勢的，有擴大技能範圍30%，這30%已經比狂徒部長還高，也是目前遊戲當中最高的一個數值。那還有技能冷卻重置，所以這個技能我覺得已經完全把神樂給取代了。加上它跟神樂又是一個2邊不同的能力，所以我認為這個月神樂的使用率應該會掉得很慘啊。那還有第3個效果就是可以解除我方的負面狀態。不得不說，安妮亞讓我的感覺就是在幫主唱做球啊。主唱最經典的2個招，第一招也就是可以防止負面狀態被解除。那他有他的能力可以抗誘惑。要知道啊，當時搖滾熊大的登場就是用來克制果凍裝饅頭人的，所以现在他来克制安妮亞，我認為也是非常有機會的。這個月感覺可以看到神樂下降，而且搖滾回升的一個跡象，感覺會非常的有趣。我覺得可以再觀察一下傳奇的使用率。那來看到今天的最後一場對戰。那今天最后一場對戰呢是防守的對戰。那因為安妮亞本身是終極的，沒有停產，所以我們今天就不會看到停產的畫面。那安妮亞現在開場的發揮看起來是沒有太明顯的效果，反而是賭徒的電暈依然發揮得很強勢。然後沒多久之後，我方的打手就直接把對手帶走了。那可以看到現在感覺安妮亞有稍微堆起來之後才有明顯的誘惑，但這時候可以看到對方其實已經角色都崩線了啊。那看螢石跟象神熊大有被誘惑到，所以有卡到對手的出蟲。可以看到，如果坦克被誘惑，其實對於進攻方來說會是一個蠻麻煩的一件事情。畢竟如果是卡在門前，那就是表示你要把你自己的坦克先清掉。那如果你装備相當好的話，坦度又很好，你就可以感覺得出來，這時候你要突破你那個防線難度会相當的高。所以目前我對於安妮亞在 PVP 的發揮，其實還是抱有一點點期待的。
你認為安妮亞有沒有辦法在 PVP 當中發揮呢？那你認為誘惑這個技能有沒有辦法在 PVP 當中再次復出呢？在下方留言告訴我你的想法吧。